那你春节定了吗？上映之后，你是不是得跑全国各种路演？对，我会跑吧，因为王一博在拍戏，他呢为了我们这个路演也请了好多假，会去做一些路演吧，答谢这些观众吧。我语言能力不好，王一博的语言能力比较厉害，是啊，确实让我们的那个语言老师和最后这个都非常惊讶，因为他学了上海话，学了日语。我呢都是在现场我写台词，对于那些上海对白也好，对于那些日语对白也好，他其实是没有准备时间的，都是到现场。他到现场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还在趴在那写对白呢，然后直接给他，然后我们现场的台词老师就教他说，最后效果都还很理想。老师也做啥？你把称呼。这个很微妙，这个其实很难解释。包括其实你像这次，因为有好多人问起王一博为什么会选择王一博，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不太试戏，我一般选演员没有试镜的那个过程，说你把这场戏演一遍给我看。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每个导演有他各自的工作习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在你没有场景、没有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突然拿给一个演员一个孤零零的一个片段，其实你容易遗漏掉那些其实很适合的一个演员。所以我的习惯通常都是就是大家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天。其实我要去甄别的无非是两个部分，第一是你在技术上你是否足以完成演员这个工作，譬如说面对镜头，我从容不迫的去说出台词，我非常完美的演绎出剧情的这些意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就是看他的感受。我当时见王一博，我能够想象他扮成那个年代的民国的一个茫然中的一个战乱中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角色，我觉得他是适合的，所以其实很快就确定了。对，当然你说的很对，他这个演员的挑选确实是一个玄学，就是有时候很难说得清。对。你在挑王一博之前，你知道他吗？你了解看过他演的，比如那些综艺啊，他以前的一些表演，你看过吗？我没有看过综艺，也没有看过他的表演，但是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我大概肯定是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有足够的这个热度，这个热度嘛，我肯定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长什么样，他做过什么，我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的电影的演员的年龄段，其实都还是偏向更成年人一点的。对，我其实没有拍过特别年轻的演员，所以我对更年轻的演员其实是特别缺乏了解的。所以当然我又需要这样一个演员，我当时就他们提供了啊，有谁。我后来看我说，这个形象好，可以试试。然后我也不认识他，就我身边也没有人认识他，然后我就给黄磊打电话。黄磊说可以啊，帮你联系。然后可能过了，就让隔天也就在楼上在工作室见了一会儿。他也没什么话，就还挺沉默的，不是像想象中那种。因为当然我也很难想象，我都是通过一些误导过的一些去想象嘛。但是我发现跟那完全不太一样，还挺沉稳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在他沉默的基础之上，我们确实可以去叠加很多的东西赋予他。对，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拍摄去赋予他更多的东西。如果他已经是很聒噪的、很兴奋的那种状态，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去匡正什么。我们可以赋予什么，但是我们很难去匡正什么，这是我的经验啊。所以我当时也就跟王一博见了一面，大概也就我忘了，大概2个小时或者再多一点，就决定了。我说可以的，我们可以来一起做这个事儿。他也觉得啊，好啊。今天看到有一个微博特别逗，说你们这个剧组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一个剧组。对，比如说王一博是一个比较少言寡语的一个，对他话不多，对话不多。然后还有一段就是王一博，那是一个长镜头，就是他们从雨里面打到那个门洞里面，一气呵成拍完的。对，那个非常辛苦，因为你中间出任何，无论是王一博还是其他演员，还是摄影师还是谁，
因为那得肩扛的拍嘛。那个机器是一个不适合肩扛的机器，因为太重了，所以对于摄影师来说是非常辛苦的。还得有下雨下的好不好，因为他那个下雨也在不断的调整啊。但我们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下雨的，下的说是华人下雨下的最好的，是一个台湾老头，确实下的非常好。他因为因素太多，所以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我们都得重新拍。对，所以那场戏拍得很辛苦，我们拍了很多个晚上。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觉得王一博的体力的极限是他可以拍4条或者5条就打不动了。因为太那个对体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练过拳击这种训练，确实太辛苦了。它表面上你说只是打打拳，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群的运动，是非常累的。王一博每天晚上大概最多可能打过5条，最后用的是倒数第2条。对，他也这演员很辛苦，又白打1条，你看。如果用最后一条的话，意思前面都是没有白打的，是吧？对，用最后一条嘛，那演员说，对对对，导演我没有白辛苦。你看你倒数第2条，说明我最后一条白打了，开玩笑的，对他们也不会介意。然后这儿是一个录音的棚，就可以录对白。哦。王一博前2天刚在这儿把他最后的动效的一些音给配了。好久没写字了。其实一博这次唱的挺好的。你没有名字，你衣冠楚楚，你独